你是不是也常常有一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在正常过日子，但你的内心深处却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那个付出最多，却常常被误解、被辜负的人？为什么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那么简单，只要赚钱、享乐就好，而你却总是在思考，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偶尔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一股莫名的孤独，觉得茫茫人海中没有谁能真正懂你？如果我说中了你的心事，请你先做一个深呼吸，请先别急着划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影片观看，这代表着你早已和某种更高维度的讯息产生了连结。在茫茫的网络大海中，你会停留，你会点开这支影片，你会愿意静下心来听我说这样一段话。这真的不是偶然，而是一场久远灵性契约的再度启动。这是佛菩萨慈悲的感应与提醒，是一段你内心深处早已熟悉的呼唤，只是时机成熟了，要在此时此刻被唤醒而已。千生万劫以来，我们的灵魂不断地在六道中投生、历练、沉浮。我们身边来来去去的人，有些人是来还债的，有些人是来报恩的，还有些人是来修自己福报的。但是有一类非常特殊的灵魂，他们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他们是带着任务下凡的。他们不是凡间那种随波逐流的旅人，他们是肩负着某些灵性责任与使命的光行者，也就是我们佛教里常说的成愿再来的菩萨化身。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菩萨，那怎么可能是我？我只是一个有着一堆烦恼，甚至每天都在为钱发愁的普通人。啊，有缘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误区。我们常说，凡走过皆有痕，凡来者皆有因。那些带着任务下凡的神佛化身，他们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披金戴银、法相庄严地降生在人间。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会故意投生在贫苦的家庭里，或是在充满磨难的人生中历练。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灵魂的深度沉浸式体验。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凡人的苦，没有尝过那些背叛、委屈、求而不得的痛，他们要怎么去理解众生的悲苦？他们要怎么以身度人，以情感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小到大总觉得自己活得比别人辛苦，别人可以轻易放下的事，你却总是耿耿于怀；别人可以自私自利，你却总是做不到心狠。你表面上看起来和常人没有两样，你一样要为了柴米油盐奔波，可是你的内心深处总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一种隐隐约约的使命感。你总觉得，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这辈子来到世界上应该是要做点什么的，可是你又说不上来，那到底是什么？而这样的你，如果现在正听着我说这段话，甚至眼眶微微发热，心里有种被触动的感觉，那么请你一定要相信，你可能就是那位肩负使命而来的存在。他们不随便说自己是谁，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气场总是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这样的灵魂往往特别沉静，特别有一股灵性的穿透力。他们的眼神好像能看穿人心的悲苦，他们说出来的话，就算只是简单的两三句，也总能奇迹般地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他们就像是记得某些常人早就忘记的事，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和神佛相约的密码。有缘人啊，请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神话故事，或者这只是我在安慰你，这是千真万确的灵性真相。每一个带任务下凡的灵魂，在投生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前，都曾在佛菩萨面前立下过深重的愿力。他们是自己点头答应，愿意降生在这个充满缺陷的世界，愿意去承受尘世的苦难，去尝尽人间的冷暖，为的只是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去成就某段因缘，
去为某些身处黑暗的众生点一盏灯，引一段路，度一场苦。如果你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总觉得人生一定有着更深的意义，请你把这份感觉好好收在心里。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更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你灵魂真正的记忆正在慢慢苏醒。佛经里有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有些众生的佛性并非只为了自我的解脱与修行，而是为了引领他人。你可能会问，如果我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什么佛菩萨不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么多苦？这是因为人的习气太重了。如果不透过痛苦的淬炼，不经过爱而不得、生离死别的打击，我们的灵魂就会在世俗的安逸中睡着，忘记了最初的承诺。你经历的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被误解，每一次深夜里的孤单痛哭，其实都是佛菩萨的雕刻，都是为了让你的灵魂变得更柔软，更有同理心，也更有力量。因为一个没有痛过的人是无法真正懂得怎么去安慰别人的。所以当你产生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问题的当下，答案其实就已经浮现了。你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正是因为你已经在回应灵魂深处的记忆了。真正带着任务下凡的人，不一定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们一定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因为某个人、某件事，突然唤醒了内在深处的愿力。这段影片的出现，就是你灵魂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揭开这些隐藏使者身上的专属印记，看看你是否也是那万中选一的点灯人。很多人的眼眶可能已经红了，因为这份苦你在心里憋了太久，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过。每当你碰到生活的不顺，遇到感情的挫折，或是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压力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去算命，或是跑去庙里问神明菩萨啊，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我是不是业障太深重了？这辈子才要受这么多苦，才要遇到这些折磨我的人。今天我想请你把我是来还债的这个念头轻轻地从心里放下。在佛教的底层逻辑里，我们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通常是被两种不同的力量推动的。第一种叫做业力牵引，第二种叫做愿力再来。什么是业力牵引呢？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的状态，就好像你欠了银行的钱，时间到了，法院就强制执行，把你推到某个家庭、某个环境去还债。你是被动的，你是无奈的，你在还债的过程中充满了抱怨与不甘心，这叫随业流转。但是还有一种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带着任务下凡的隐藏使者，你们来到这个世界，靠的不是业力，而是愿力再来。什么叫愿力？那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维摩诘经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想象一下，你把一颗莲花的种子种在铺满高级大理石、干干净净的温室花盆里，每天给它吹冷气、浇纯水，它会开花吗？不会的，莲花只能长在又脏又黑又臭的烂泥巴里。为什么？因为只有那片充满腐败与细菌的淤泥，才能转化为莲花绽放所需要的最强大养分。佛家讲的淤泥，就是我们俗世里的烦恼与痛苦。那些带着任务下凡的灵魂，就是在人间投下的莲花种子。你们在天上，在佛国净土，看着这世间的苦，你们心生不忍。你们知道，如果要救度这些在烂泥里挣扎的人，你就不能站在高高的云端上说教，你必须亲自跳下来，跳进这片烂泥里，和他们一起沾满泥巴，一起感受那种痛。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会投身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家庭，可能自幼就要独立，要照顾年幼的弟妹，忍受父母的争执
与疏离。你可能会经历爱而不得，走过生离死别，尝尽了人情冷暖。别人看你觉得你命不好，运气差，但从更高维度的灵性视角来看，这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而是你自己选择的快速磨练。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些痛彻心扉的苦，你怎么能长出那颗真正理解别人的同理心？如果你的心没有碎过，你怎么懂得如何去拼凑别人破碎的心？有缘人，那些欺骗过你的人，伤害过你的人，其实都是你灵魂蓝图里的逆行菩萨。他们扮演坏人，是为了来逼出你的慈悲。一般的灵魂遇到背叛与伤害，会选择报复，会变得愤世嫉俗，会让自己变成跟对方一样充满怨恨的人。可是你呢？你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就算你被伤得遍体鳞伤，就算你心里有过委屈与不甘，但到了最后的最后，你是不是依然做不出伤害别人的事？你是不是依然选择了善良？你是不是依然愿意原谅？愿意一个人默默地把眼泪擦干，继续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这就是愿力再来最直接的证据。你的灵魂深处刻着佛菩萨的密码。你们在人间经历的每一段苦，其实都是为了让你们的灵魂变得柔软，有同理，有力量。这样的灵魂就是代天行道的隐藏使者，是佛菩萨亲手在人间种下的种子。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用世俗的眼光来贬低自己的经历。你不是来受罚的，你是来体验，来转化，来度人的。当你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把为什么是我受苦转念成原来这是我选择的历练，你身上的灵性封印就开始松动了。请你先给自己倒一杯温水，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可能会深深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甚至是最委屈的那块地方。在你的命理格局、行为模式里，藏着哪些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神佛印记？第一种特征叫做从小承担多，早熟懂事，人生责任比常人早启动。请你回想一下你的童年，这类灵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往往就不平凡。他们之中有的出生在充满挑战，甚至有些破碎的家庭，有的自幼就必须学会独立。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学会在雨中奔跑，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要玩具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帮忙照顾年幼的弟妹了。你可能从小就要忍受父母无休止的争执，甚至要在父母冷战的时候充当那个小心翼翼的润滑剂。你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很早就懂得把自己的需求藏起来。只要家人好，你就觉得没关系。在命理学上，这类人的八字命盘中常常带有偏印、劫财格或是伤官配印这样的格局。这些专有名词听起来很复杂，但讲白了，它显示出你的内在极度敏锐，情绪非常丰沛，而且你的思维从小就远远超过了你的实际年龄。很多人去算命，算命先会说，哎呀，你这个命格就是劳碌命啦，六亲缘薄啦。有缘人，请你不要因为这样的话而感到灰心。佛说，大愿者先历大苦，这真的不是你命不好，而是你的灵魂在投生前就自己选择了一条快速通关的磨练之路。因为你要早一点觉醒，你就必须早一点扛起责任。苦对你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把雕刻刀，把你灵魂中多余的骄傲与自私剔除，雕刻出慈悲的形状。这引出了我们讲的第二种特征，与痛苦同行，却总能选择善良与承担。我们来看一个现代人非常真实的生活情境，我们姑且叫他淑芬吧。淑芬是家里的大子，从小半工半读帮忙养家，后来结了婚，自己也有了家庭，但娘家的问题却从来没断过。弟弟做生意失败，甚至欠下赌债，
父母哭着跑来找淑芬，求她帮帮忙。淑芬气不气？当然气。她不知道在深夜里哭过多少次。她也跟好姊妹抱怨过，我这次绝对不管他们了，我要跟这个家断绝关系，我也要过我自己的人生啊。可是当电话再次响起，听到老母亲在电话那一头哽咽的声音，淑芬挂掉电话，叹了一口气，还是默默地打开了手机的网络银行，把原本要留给孩子缴学费的钱先转了过去。身边的朋友都骂淑芬傻，说她这是愚孝，说她是被家人情绪勒索，不懂得设立界限。但真的是这样吗？淑芬难道不知道痛吗？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她的灵魂深处就是有一种舍不得，那种舍不得超越了世俗的理智。她宁愿自己受委屈，宁愿自己扛下这些重担，也无法眼睁睁看着家人受苦。有缘人，如果你也像淑芬一样，请你听我讲一个佛教里非常有名的真实公案。我们都知道地藏王菩萨，但你知道地藏王菩萨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成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记载，地藏王菩萨过去生曾经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名叫光目女。光目女的母亲生前非常喜欢吃鱼鳖，造下了很重的杀业。母亲过世后，光目女非常思念母亲，于是请了一位阿罗汉入定去看，结果发现她的母亲掉进了地狱，正在受极大的痛苦。光目女听了痛不欲生，她为了救出母亲，变卖了所有家产，不断地做善事供养佛菩萨。但她发现光是这样还不够，于是光目女在佛前发下了一个震撼法界的超级大愿。她说，我不只要救我的母亲，我愿从今以后百千万亿劫所有地狱里的最苦众生，我都要去救拔他们，让他们全部成佛解脱，最后我才要成佛。这就是后来震惊3000大千世界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有缘人，你看出这其中的关联了吗？你以为你只是在帮家里擦屁股，你以为你只是心太软，其实你正在做的事就跟当年的光目女一样。你们之所以被赋予特殊的任务，是因为你们在过去世早就曾经在佛前发过愿，愿我生生世世护持众生，愿我成痛而不转恨，愿我受苦而不失悲心。你现在所面对的烂摊子不是别人的，那叫做你家族的共业，而你就是那个发愿来替家族扛劫的人，你就是你们家的地藏王菩萨。所以就算今生你被背叛，被误解，被深深伤害，你依然愿意原谅，愿意放下，愿意一个人默默承受。你可能经历过痛彻心扉的情感创伤，经历过事业的崩盘，背负着沉重的家族重担，可是面对这个世界，你却始终温柔以对。在命盘中，你们的流年或命宫里常常带有月德、天乙贵人、天德星。这代表什么？这说明了你的灵魂自带一种转化的能量，你是一台超级净水器，你能将别人丢给你的毒化为治病的药，你能将纠缠不清的业力转化为慈悲的愿力。别人对你不好，你不会报复，你只会退一步，用你的善良去包容。这不是懦弱，这是一种极高维度的灵性承担。你用你的苦挡下了家族可能面临的更大灾难。听到这里，请你摸摸自己的心，告诉自己一声辛苦了，我都懂。你不需要再怀疑自己的善良是不是一种错，因为那是你灵魂最尊贵的印记。但除了替家族扛劫，这类灵魂在个人的感知与天赋上还有着极为特殊的连结。这就来到了我们要讲的第3种特征，内心总有一种我来这一生是为了完成什么的强烈召唤感。你在人群中
是不是常常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大家在聚餐，在聊去哪里玩，聊买了什么名牌包，聊股票赚了多少钱的时候，你表面上会跟着笑，跟着附和，但你的心里却觉得好空虚。你对这些俗世的追求真的很难提起持久的热情。即便你现在可能物质生活并不缺乏，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工作，但你总觉得心里有一个洞。你常常会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看着天空，心里默默地问，我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难道人的一生就只是为了生老病死，赚钱吃饭吗？在命理学上，这种灵魂的命盘常常带有空亡、化忌或是华盖星。华盖是什么？古代皇帝出巡时，头顶上撑着的那把华丽的大伞就叫华盖，它代表着高贵、孤独，也代表着极高的宗教与灵性、悟性。带有这些星耀的人，显示出你的灵魂与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疏离的，但你与天道、与灵界却靠得非常近。请你明白，这绝对不是你在逃避现实，也不是你不知足，这是你灵魂对本源的渴望。因为你不属于这些追名逐利的游戏，你内在的愿力往往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某个年纪突然觉醒。我们来讲一个现代的真实案例。建明是一位曾经在商场上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40岁前拼了命的赚钱，住豪宅，开名车。可是他告诉我，他那几年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心里总觉得很不踏实，好像一直在害怕失去什么。后来遇到全球经济的大震荡，建明的公司周转不灵，短短2年内他宣告破产，豪宅名车全被法拍，连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建明瞬间跌入谷底，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甚至一度走到海边，想要结束生命。就在那个万念俱灰的傍晚，他看到一个捡资源回收的老太太推着沉重的车子上坡，推不上去。建明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帮老太太把车推了上去。老太太回过头，双手合十，用非常真诚的眼神对他说了一句：少年也，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你。就这么一句话，建明瞬间泪流满面。他突然感觉到，他过去赚了几千万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这么平静过。从那之后，建明没有去寻死，他开始去做义工，去发便当给街友，去陪伴那些跟他一样曾经失去一切的人。他后来才明白，他事业的崩盘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而是要把他从那个错误的轨道上拔出来。他必须经历过那种失去一切的痛，他才能真正体会别人的苦。他必须一无所有，才能学会用一颗清净的心去帮助别人。他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光行者。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4种特征，与死亡、梦境、灵异经验关联极深，感知能力异常敏锐。荧幕前的你，是不是偶尔会在梦里跟已经过世的亲人对话，甚至他们会在梦里给你一些暗示或警告？又或者你到了一些磁场比较混乱的地方，比如医院、丧家，你的身体马上就会有反应，可能会头晕、想吐，或是莫名的感到悲伤。你的直觉非常准，你从小就对生死这件事有着超越同龄人的理解。在命理中，这类人的命宫通常与阴性星曜互动非常明显，例如太阴、天机、地劫、地空，或者在八字里属于日主弱、阴气旺的格局。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的灵魂还没有被世俗完全封印，你就像是一根行走的灵界天线，你跟无形法界的连结非常强烈。但正因为如此，你很容易像海绵一样吸附周遭人的负面情绪，甚至承担他人的业力。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会觉得莫名的疲倦。这不是你有精神疾病，
也不是你神经质，你需要的是修行，透过静坐、念佛或诵经，把你的天线稳定下来，把这种敏感的天赋转化为能够帮助别人的福报，而不是被外灵干扰的灵扰。当你开始稳定自己的磁场，你就会进入第5种特征，总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被推着去帮助他人，即便你自己并不觉得准备好了。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那种朋友遇到困难，感情受挫，第一个就想找你倾诉的人？你可能一开始只是随口安慰朋友，结果最后你却成了身边所有人这心灵的避风港。你有时候只是不经意地分享自己走过痛苦的经验，结果对方听了却痛哭流涕，仿佛所有的委屈都被你接住了。你一旦开口讲出来的话，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直接说到别人的心坎里。你只要静静地坐在那里，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就能抚平周遭混乱的情绪，因为你的命盘中多半带有天魁、天月或是文昌、文曲星，这是象征智慧与口德的星曜，更是贵人星。你发现了吗？你从来没有主动去推销自己，说我很会开导人，你也没有想要改变谁，你只是自然而然地发挥了你的影响力，就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早就安排好你要在某个时间点去帮助某些人，完成某些事。这所有的一切特征都在指向同一个真相。你的人生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你要用这些烦恼去熬煮初度人的智慧。在佛教禅宗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烦恼即菩提。很多人听不懂，觉得烦恼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觉悟，也就是菩提呢？我们来看看禅宗6祖慧能大师的故事。慧能大师是一个真正的悟道者，但他开悟之后，并没有马上坐在金碧辉煌的寺庙里受人膜拜。为了躲避同门的嫉妒与追杀，他被迫逃进了深山，跟一群打猎的猎人整整混了15年。你想想，一个慈悲的佛教徒，每天跟着一群杀生吃肉的猎人生活在一起，那种内心的冲击跟痛苦有多大？猎人煮肉的时候，慧能大师只能把捡来的青菜寄放在肉锅里煮，这就是有名的肉边菜。面对这么糟糕、充满恶业的环境，慧能大师有抱怨吗？他有说，我堂堂一个开悟祖师，凭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吗？没有，他利用这15年，在最复杂、最充满考验的凡尘俗世中，磨练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傲气、急躁磨得一干二净。没有这15年猎人队里的烦恼与磨难，就没有后来大开法界的6祖慧能。这就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你现在所经历的孤单，是为了练习坚定。你之所以被抛下，是为了将来你能弯下腰去扶起其他跌倒的人。你不需要给自己贴上什么大师的标签，你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你只需要一点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点空间，让内在的那股愿力慢慢浮现。请不要怀疑，也不要害怕。一旦你承认了这份使命，不再抗拒你的命运，你会发现天地会开始为你安排资源，贵人会主动靠近你，连带着你整个家族的运势都会因为你一个人的觉醒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你以为佛菩萨大费周章地安排你带着任务下凡，只是为了让你个人看破红尘、修心养性而已，那就太小看你身上这份灵性契约的重量了。你不只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你是肩负着转化、承接、补运、点灯的灵魂种子。而你这颗种子一旦发芽，将会深深牵动着你整个家族的气场、财运以及后半生的命运走向。我们要说得很清楚，这样的灵魂一旦觉醒，家里的气场就会开始转变。你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开始愿意沉淀下来，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当你不再为了一点小事跟家人针锋相对，
当你开始学着放下执着的时候，你们家的气氛是不是渐渐有了不同？你开始修心养性，结果你发现年迈父母的病痛好像变少了，本来很叛逆的子女突然变得比较听话，少了冲突，甚至连你另一半的工作运势也慢慢有了起色。有缘人，请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巧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磁场调整。你就是你们家那一块最强大的转运磁石。只要你静心，只要你保持正念，你的能量场就会像水波纹一样，一圈一圈的扩散出去，影响全家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你是天命中被特别安排来补整家族福报断层的灵魂。这在命理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转主气运者。从五行气场来看，这类灵魂通常会面临早年重压，也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过得比别人辛苦，要扛的责任比别人多，受到的打击也比别人大。这正是命理中所谓的先破后立、先平后富、逢煞反击的特殊安排。你可能会抱怨，天道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宽容？为什么别人可以轻轻松松，我却要过五关斩六将？因为老天爷如果要交给你一个更大的任务，去拯救一整个家族的气运，他必然要先给你更多的考验与承担。一根柱子要撑起一栋房子，如果它不够坚硬，怎么撑得住？可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越早体悟到这点，越早放下心里的执着与怨怼，你的命就越快转旺。反过来说，如果你一直困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总是我在扛的受害者思维里，那么你命运的齿轮就会被暂停，直到哪一天你真正准备好承接这份转化的力量，齿轮才会再次转动。而一旦你开始回应这个内在的呼唤，整个家庭系统便会跟着你转化，你会成为那个让家庭气场变得清明的人。你不需要天天对着家人说教，不需要用言语去说服谁，你只需要静静地活出你觉醒的样子。你的包容，你的平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你越能安定自己的情绪，不再卷入无谓的是非，你的家庭就越少灾病与口舌。这不只是一种心理调节，而是实质的命运重构。命理上常说，一人绝，万元转。家中有一个修行的人，全家都能转运，讲的正是这层意义。不只是健康与家庭气氛，在财运层面也是如此。很多带着任务的灵魂，前半生在钱财上都吃过很大的亏。你可能曾经非常努力赚钱，却总是留不住钱。你总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破财，或是突如其来的庞大支出，常常是一笔钱刚进来，另一边马上就有事要你把钱花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这是因为你过去的灵魂频率充满了焦虑、委屈跟不甘心，还没有对齐你真正的财库主轴。这不是奇迹，是天理。因为只有当你的心真正安定了，天库才能为你打开。命理上称之为福德宫、转动命宫、化解格局翻转。这些听起来很玄的专有名词，其实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你每一次转念、每一次决定放下、每一次选择宽容与慈悲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实质能量改变。而这份改变会直通你人生接下来10年的气数主轴，让你走入一条前所未见的富足道路。到了这个阶段，你的晚年命盘将会完全不同。你现在所经历的孤独与苦，都是为了你晚年的自在与福乐。你现在所背负的业力与责任，是为了清空整个家族累积下来的命劫。佛经里有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一人修福，9玄7祖皆得超生。你可以想象一下，家族的业力就像是一条打满了死结的绳索，历代祖先可能因为无明与贪嗔痴，留下了许多解不开的怨恨与债务，而你正是那个
被选中来解开这些死结的人。在这条路上，你并不孤单。当你选择用善良面对伤害，用慈悲化解怨恨时，你的身后有无数祖灵因为你的转念而得到救赎，你的面前又有无数子孙后代因为你累积的福报而彻底扭转了命运。你要知道，天选补运者的晚年绝对不是老病交加、孤苦无依，你的晚年将会是智慧与光明的极致展现。你会成为整个家族甚至是周遭亲友圈里的定海神针，被越来越多的人尊重与仰赖，不是因为你有多少存款，而是因为你身上有深厚的德。这份德行源于你愿意走进伤痛，面对命运的安排，在忍受种种不公后，依然选择行善的灵魂修为，它会成为你晚年最坚实的财富。所以不要再害怕承担了，你的每一次善念都在存入最宝贵的宇宙法财。既然深知这份使命，我们该如何将高维度的佛理落实到柴米油盐里？佛家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道场不在深山老林，而是在你的厨房里、办公室里。在面对伴侣碎碎念、老板责骂、孩子调皮的每一个当下，作为带着任务的光行者，磁场与常人不同的你，在日常中该如何保护自己，又该怎么发挥影响力呢？今天我为你准备了4个随身锦囊，这4个微小的行动不需要花你半毛钱，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只要你每天照着做，我保证不出3个月，你身边的磁场绝对会大洗牌。第一个锦囊，睡前3分钟清空观心法。高敏感的你像一块海绵，每天不自觉地吸收外界的负能量与焦虑，因此你晚上常觉得疲累，肩膀沉重，大脑停不下来。请每天睡前给自己3分钟，躺在床上，双手轻放腹部，闭眼做3个深呼吸，接着在脑海中想象有一道温暖的金色瀑布从头顶慢慢流下，流过脸颊、肩膀、胸口，最后从脚底流出。同时在心里默念，我将别人的情绪与功课还给别人，我只负责照顾好自己的心，我现在安全而且平静。这句话能切断你白天不小心沾染的能量锁，把你这块海绵挤干，让你在睡眠中重新连接上高频的能量充电站。第二个锦囊，转怨为怨的说话练习。人的嘴巴就是一个强大的风水阵，你每天说出口的话就是未来命运的预言。很多善良的人受委屈时爱说烦死了，怎么总是我，结果做了100分的善事，被几句抱怨漏掉了90分的福报。这在命理上叫火烧功德林。从今天起练习改口头禅，遇到倒霉事想脱口而出烦死了时，请深呼吸并改成太好了，又在帮我消业障了。当觉得委屈想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时，请转念问自己，这件事情想教会我什么？改了几个字，你的磁场瞬间就从受害者变成了觉醒者，不再用抱怨喂养恶业，而是用愿力转化它。气顺了，财运跟贵人自然就进来了。第3个锦囊，为自己点灯的微布施。最殊胜的布施往往是不花钱的。我们身上自带3座无尽的宝藏，眼施、言施、言施。买早餐时，对疲惫的店员给个真诚微笑，说声辛苦了，这是言施。在拥挤的公交地铁上，在心里默默祝福愁眉苦脸的旁人，愿你远离痛苦，这是意识布施。在网络上看到充满戾气的留言，选择不加入战局，而是留下一句温暖鼓励的话，这是言施。你释放的每一个微小善意，都会在宇宙中绕一圈，最后变成福报，加倍回到你身上。第4个锦囊，高敏感体质的结界保护法。你一定会遇到能量吸血鬼，跟他们相处完，你常像被抽干了精力。佛菩萨教导我们慈悲，但并没有要求我们
去做任人宣泄的沙包。你需要建立自己的能量结界。下次去见这些人或去磁场比较复杂的地方前，请出门前花10秒钟观想自己被一颗巨大透明的金色光球包围，像蛋壳一样把你牢牢罩在里面。当对方开始对你倒情绪垃圾时，不要顺着他们的话去思考，看着他们的眉心，在心里默念一句佛号，并告诉对方：我带着光来到这里，我愿意把慈悲送给你，但我绝对不吸收你的黑暗。这就是划清界限。你有你的因果，他有他的业力，你能给予的是引导，而不是代替他去承受他该受的苦。这4个锦囊：清空、关心、转愿为愿、微布施、结界保护。它们非常简单，但它们背后都藏着极高的灵性智慧。保护好自己的光，你才能照亮更多的人。愿这4个锦囊能护佑你一路平安。这就是你身为天选补运者在凡间最重要的落地实修。当你把这些微小的行动变成习惯，你就不再只是被动挨打的受苦者，而是一个真正能够掌控自身磁场、改变家族气运的觉醒菩萨。我们的这趟灵魂对话终于来到了尾声，你能静下心来把这支长长的影片听到这里，真的非常不容易。现在我想请你先深吸一口气，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这段话不是虚构的希望，而是来自佛菩萨慈悲的感应，是一封写给你灵魂的家书。你的灵魂其实早已知晓这一切，你早就记得你的来处，只是在此刻刚好你准备好了，所以这段话才会在今天以这种方式被你听见。请你永远记住，你不是偶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个体，你是千生万劫以来为了这一世的转变而准备了许久的使者。你身上有着神佛的印记，有着不可思议的愿力，更有着温暖的光。这些都不是你自己编出来安慰自己的，而是你灵魂原本就带着的珍宝。所以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请你放下对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的误解，请你放下那个我还不够好，我总是在受苦的念头。有缘人啊，你已经够好了，你已经够慈悲，够坚强，够清醒，才能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依然承接住这段充满光的话语。你已经走在一条极为殊胜的觉醒道路上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不必急着去改变谁，也不需要去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本来就带有神性。只要你安顿好自己的心，接下来的每一步，佛菩萨都一定会为你安排妥当。这一切的提醒与相见，正是佛菩萨今天想对你说的话。千生万劫，我们能在这里再度相聚，是前世多少的善念换来的。这是因果，是善的回流，更是我们彼此久远的灵性契约。最后，我想邀请所有看到这里的光行者们，我们一起在留言区点亮一盏法界的明灯。请你在留言区打上这句话：愿我沉痛而不转恨，愿我受苦而不失悲心。当我们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这句善言，我们就能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凝聚出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会回向给你的家族，会回向给所有正在受苦的众生，更会化为最强大的福报，深深地祝福你自己。有缘人，你若能信受、愿行、实践，整个命运就会从此刻开始扭转。而你就是那个天选的补运者，是佛菩萨在人间安放的最美的一盏灯塔。愿佛光普照你的前路，愿你的晚年皆是智慧与福乐。我们下期再见，阿弥陀佛。